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去年回国前，我发了一期回国送点啥的视频，从护肤品到保健品都买了个遍，大包小包带回国送给七大姑八大姨。结果等我们回到国内才发现，根本就没有送礼的必要。首先，我们从欧洲哼哧带回国的东西，在国内都买得到，不管是大牌的美妆护肤品，还是药妆店里小众的保健品，一个个恨不得早都在淘宝天猫开了旗舰店，遇到国内打折，甚至比原产地还便宜。比如我去年买的2套 Fresh 护肤套装，想着孝敬一下国内的女性长辈，结果 Fresh 在国内线上线下都很容易买到，这几年还各种跳水清仓。请问我千里迢迢带回国图点啥？第二，现在很多国货平替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尤其是护肤彩妆，价格早都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，而且使用感、颜色也都更适合我们自己人，根本没有必要从欧洲买了带回去。比如我去年回国买的某国货美白抗老精华，100出头的价格，300-400的效果，性价比简直拉满。说实话，年轻的时候我还挺虚荣的，觉得护肤彩妆用就要用欧美日韩的。但是现在我长大了，也活明白了，我们的国货也做得越来越好了。我和国内的很多亲戚朋友对外国品牌也逐渐祛魅了，也就真的没啥必要带回去送人了。相反的，这次回去我准备多多尝试一下新的国货品牌。姐妹们，请弹幕留言告诉我，有哪些你们用过觉得特别好用的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抹的都可以。我整理一下，通通加入购物车。这次回去要激情购物一波。最后一点，我们发现去年带回去的很多东西，大家根本就用不到。拿保健品举例，我们去年带了好多我觉得效果特别好的护眼精华、维生素、钙片之类的回去，但家里的亲戚要么平常就根本没有吃保健品的习惯，要么不舍得吃，放着放着就过期了。所以我们送了也白送，毕竟大家都活了几十年了，送个礼物就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，想想也知道不现实。所以我们一致决定，今年回国就不给亲戚带礼物了，关系亲的回去一起吃个饭就行了。我在国内的姐妹真需要我帮忙带东西的，我也早都帮他们买好了。答应大家的千粉抽奖礼物也已经准备好了，这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，在看到这支视频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参加，只要你关注我，转评赞我的任意一条视频，就算参加成功。我会在11月1号当天抽出7位朋友，送出小礼物，礼物不算贵重，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。再次感谢大家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见。